老公的背叛让我心如死灰，我坚决要离婚。然而，我8岁的儿子却泪眼婆娑地求我：妈妈，能不能再给爸爸一个机会？我不想我们的家散了。儿子的眼泪让我心软，于是我选择了容忍这段已经破碎的婚姻，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培养儿子上。时光荏苒，儿子18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名牌大学。那晚，父子俩举杯庆祝，酒酣耳热之际，老公忏悔自己对婚姻的背叛。他说：我对不起你们，我的不忠给你们带来了伤害。儿子却宽慰他：爸爸，我理解你，男人嘛，有时候是需要一些空间的。妈妈过去反应太大了，其实我从没真正怪过你。这么多年，你在爱情和家庭间挣扎，真的辛苦了。听到这番话，我如梦初醒，原来我辛苦养大的孩子，竟然是个不懂感恩的白眼狼。深夜，我静静地打开了燃气阀门，熊熊火光中，我看着那座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别墅化为灰烬，连同我自己。在睁开眼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回到了儿子8岁那年，我正要提出离婚的那一刻。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陈浩洋兴冲冲地帮他领了回来，同时还带回了一瓶庆祝的酒。那晚，饭桌上的气氛异常融洽，父子俩面对面坐着。酒过几巡，陈浩洋开始吐露心声：小妍，爸爸这些年真的没为你做太多，还因为我的事情给你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你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靠你自己。爸爸为你感到骄傲，同时也感到很抱歉。我刚好从厨房端出熬好的鸡汤，听到这话，不由得停下了脚步。本以为儿子会为我辩驳几句，毕竟是我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辅导他的学业，照顾他的生活。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儿子却说了这样一番话：爸，我能理解你，男人嘛，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自由。妈妈有时候确实太小题大做了。你这么多年在爱情和责任之间徘徊，确实不容易。陈浩洋的声音有些颤抖：谢谢你，儿子，没想到你会这么理解我。儿子接着说：那个阿姨等了你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如果你们想离婚，我会支持。妈妈现在确实不如以前了，和你们有点格格不入。我站在厨房门口，手中的汤碗仿佛有千斤重。这就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吗？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我的思绪回到了他8岁那年，那是我第一次发现陈浩洋的背叛。当时的我愤怒至极，立刻翻出了结婚证，打算和陈浩洋一刀两断。但儿子的哭泣和恳求让我心软了。妈妈，求你不要和爸爸离婚，我知道爸爸做错了，但是他是我们的家人啊，我不想你们分开，我想和你们一直在一起。我低下头，看着儿子那带着惶恐和泪水的双眼，内心不由得一软。这些年来，我全心全意地培养他，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善良且优秀的人，不要走上他父亲的老路。然而，现在呢？他居然支持对婚姻不忠的陈浩洋去追求所谓的爱情，却完全不考虑我这个全职主妇在离婚后该如何生活。他说那个小三不容易，却从未想过我的生活又是何等的艰难。他埋怨我不修边幅，却从未想过我整天围着他转，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打扮自己。网上说儿子很难与母亲共情，我以前不信，但现在却深信不疑。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和奉献，
竟然养出了一只白眼狼。无尽的绝望涌上心头，我转身回到厨房，从口袋里掏出那瓶随身携带的安眠药，将剩下的半瓶药全部倒入了鸡汤中。这些年困在糟糕的婚姻中，我早已心力交瘁，整夜失眠，情绪崩溃已经成为常态。但为了儿子，我始终努力保持情绪的稳定和耐心。将下了药的鸡汤端出去时，我故意提高了声音：“鸡汤来了，趁热喝才美味哦。”客厅里，父子俩相视一笑，仿佛有着某种默契，而我却像个局外人一样被排斥在外。我看着他们喝下鸡汤，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快感。夜晚，我独自坐在厨房中，燃气管已经打开了半夜，报警系统被我关闭，整个家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心中的不甘和愤怒如潮水般翻涌，想要毁灭一切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终于，我拿起了打火机，轻轻一按，便点燃了火焰。在震耳欲聋的爆破声中，我陈浩洋和儿子一同消失在了火海之中。在失去意识前的一刻，我想着，多亏陈浩洋换了这栋独栋别墅，至少我们的离去不会牵连到其他人。我没想到自己会在死后重生，回到刚发现陈浩洋出轨的那一年。过去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回，现在应该是我刚被儿子劝下，同意不离婚的时候。走出房间，家里空空荡荡，无人在家。儿子暑假去了爷爷奶奶家，而陈浩洋估计又去找他的小三了。我坐在这个结婚时我爸妈买给我们的房子里，回想起前世那痛苦又荒诞的一生，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凉。但命运给了我第二次机会，这一次我要为自己而活。于是我果断地将想跟陈浩洋离婚的消息发到陈家的家族群里，同时还附上了陈浩洋和小三那些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我上辈子留存下来的证据。上辈子，儿子曾借我的手机玩，然而手机归还后，我发现我存的东西都不见了。我曾以为他是怕我和他爸爸离婚，但现在想想，他根本就是在保护他那个出轨的父亲。这时，陈浩洋急匆匆地赶了回来，身后还跟着儿子。一进门，陈浩洋就冲我怒吼：“事情不都过去了吗？你现在发什么疯？你这样让小妍以后怎么做人？”他这话仿佛是他出轨还成了我的错。我转眼看向儿子，不，他只是陈浩洋的儿子陈进言。他一脸赞同地看着他的父亲，显然他也觉得是我的错。我讥讽地对陈浩洋说：“我不就是把你做的事通知一下家人们吗？觉得丢脸，那你就应该管住自己的下半身，既想做下件事，又不想让人说，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陈浩洋的脸涨得通红，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而陈进言则站在他父亲面前，开始指责我：“妈妈，你明明答应我不跟爸爸离婚的，你言而无信，我开始讨厌你了。”我冷冷地看着这对父子，心中满是失望。原来陈进言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跟他的父亲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我深吸一口气，坚定地说：“对，我反悔了，这婚我肯定要离。我容忍不了跟出轨的男人一起生活，看他一眼我都觉得恶心。上辈子的我因为压抑和委屈，心理疾病日益严重，而这一生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我要为自己而活，远离这个令人作呕的男人和他的虚伪家庭。”见我毫无退让之意，脸上也不再有平日的和颜悦色，陈进言显得有些恼怒，冷哼一声道：“出轨又怎么了？我班上好多同学的爸爸都这样，
这说明他们有魅力、有能力，这是哪里的歪理？我愤怒至极，一巴掌挥向陈进言那满不在乎的脸庞。这些荒唐的想法是哪儿学来的？真是恬不知耻！在我两世为人的记忆里，这是第一次对陈进言如此动怒。他手捂着发红的脸颊，难以置信地盯着我，眼眸中迅速积聚起泪水。陈浩洋立刻冲上前，将陈进言紧紧抱在怀中，对我怒喝：“你是不是疯了？有话就不能好好沟通吗？为什么要动手打孩子？”他总是这样。我对陈进言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操碎了心，他却从不插手。只有在我严厉教育陈进言的时候，他才会跳出来充当好人。而陈进言竟然还觉得他比我更好。别再跟我废话了，这婚我离定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去法院起诉。反正你出轨的证据我都有。陈浩洋气得摔门而去。陈进言的抽泣声还在继续。见我不像往常那样去哄他，他只好自己擦干眼泪，坐到我身旁，小心翼翼地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要离婚呢？跟着爸爸，你不用工作就可以在家享受生活，这样不挺好的吗？”我淡淡地扫了他一眼，说：“享福？你是指我每天起早贪黑，忙得团团转就是享福？每天天还未亮，我就得挣扎着起床为全家人准备早餐，送陈进言上学后，还得赶回家整理家务。放学后，我要辅导他的功课，陪他玩耍，晚上还要等他入睡后才能开始收拾他随手乱扔的玩具，最后才能疲惫地去洗漱。他居然说这样的生活是享福。听我诉说着自己的辛劳，陈进言却轻描淡写地说：“你可以雇个保姆啊，反正爸爸有的是钱。我们不是没试过请保姆，可他总是嫌弃保姆做的饭菜不合口味，也不愿意让保姆带他出门。无奈之下，我只能事事亲力亲为。但此刻，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跟他争辩了。对于这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无论我说多少，他都不会明白我的付出。”见我沉默不语，陈进言又说：“那个阿姨，爸爸带我见过她，她真的很温柔，很漂亮，对我也特别好。我想要什么，她都给我买。我只是因为你是我妈妈，才站在你这边，不想你离婚的。像爸爸这么优秀的男人，你不要了。有的是人想嫁给他。”原来他早就见过陈浩洋在外面的女人了。他不仅不恨那个破坏我们家庭的女人，反而夸赞她温柔漂亮。我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容，连冷笑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看着他说：“我怎么早没发现呢？你的性格真是和你爸一模一样，父子俩都是同样的卑鄙无耻。”陈进言并没有听出我话语中的讽刺。当我说他像他爸时，他反而骄傲地抬起头，对我说：“如果你要离婚，我肯定会选择跟爸爸。你舍得我吗？”上辈子，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利用我对他的母爱来束缚我，让我在那段令人作呕的婚姻中无法挣脱。然后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全心奉献。最后再与他的爸爸产生共鸣。我冷笑一声：“我不仅舍得你，我甚至后悔生下了你。”他以为陈浩洋真的会永远对他好吗？等到那个女人进门，有了后妈就会有后爸。我倒想看看，当他被陈浩洋冷落忽视着长大时，他是否还能说出都是男人我懂你这种话。我与陈浩洋的离婚并没有拖延太久，在我威胁他，扬言要将他出轨的证据发到公司群里之后，他终于妥协了。我很清楚他的软肋在哪里。当初他想要创业，却缺乏启动资金，是我掏空了多年的积蓄，甚至卖掉了父母留给我的2套房产，
才为他筹集了大几百万的资金。如今他的公司蒸蒸日上，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但他却害怕我会分走他的公司股份。陈进言一直以为我只是个依赖陈浩洋生活的家庭主妇，所以他崇拜他的父亲而看不起我。但实际上，我工作时的收入比陈浩洋还要高，只是因为他小时候是个非常需要照顾的孩子，离开父母就会哭闹不止。最后在陈浩洋和公婆的轮番劝说下，我才决定辞职专心照顾他。那时候，陈浩洋紧紧地抱着我，深情地承诺，我会为了你和宝宝努力奋斗，你就安心地待在家里，我一定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现在想想，男人的承诺真是一文不值，只有把钱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是最可靠的。所以在财产分割时，我坚决不要陈浩洋的公司股份，但是我名下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都必须归我所有。陈浩洋最终勉强同意了。陈进言也如他之前所说，选择了跟随他的父亲。离婚手续办完的那天，我果断地将他的所有物品整理出来，扔给了陈浩洋，拿上你的东西离开，这是我的房子。陈浩洋用冷漠的眼神看着我，说，你会后悔的。原本你可以过着舒适的富太太生活，但等你把钱都花光了，可别回头来求我。我朝他啐了一口，你是不是忘了是谁帮你把公司做起来的？我的能力一直都在你之上，你这个靠女人起家的凤凰男，赶紧滚！他稍微取得一点成绩，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回想起当初我和陈浩洋刚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他还是个刚从学校毕业、身无分文的穷小子，而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在市区为我积攒了好几套房作为嫁妆。第一次带他回家时，我父母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他们担心我低价会受苦。只是当时的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觉得他既温柔又体贴，还很有上进心。我对家人说，你们不了解他，他真的对我很好。我爸爸当时叹了口气，我确实不了解他，但我了解男人，那孩子看着不够真诚。然而父母最终还是没能拗过我，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后来他们相继因病离世，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我确实因为陈浩洋受了许多委屈，吃了很多苦。独自生活后，我埋头于研究行业动态和商业信息，常常加班加点。我选择不要陈浩洋的公司股份，是出于一种决心，我要摧毁他自以为傲的事业。他凭什么能凭借我的帮助创业成功，然后在成功后肆意践踏我的尊严？他在外面公然养着情人，回到家还要求我像保姆一样服侍他。正当我准备开设自己的公司，与陈浩洋成为竞争对手时，他竟然把外面的情人带进了家门。通过陈进言发来的照片，我第一次看到了舒文妍的容貌。这个女孩比陈浩洋小了一轮，身穿着镶嵌珠宝的高级定制婚纱，显得既年轻又充满活力。陈进言打电话给我，问道，妈妈，你看到我发的照片了吗？你跟舒文妍阿姨比起来差远了，难怪爸爸选择了她而不是你。我气得差点笑出声来，也不再顾忌她只是个孩子，直接开骂，你别再叫我妈了，既然你这么喜欢那个女人，以后就叫她妈吧。还有，你给我记住，不是你爸不要我，是你和你爸，一个小混蛋，一个老混蛋，都是我不要的，丢出门外的垃圾。骂完之后，我挂断了电话，并将陈进言的联系方式拖入了黑名单。再次听到陈进言的消息，已经是1年之后了。
舒文言婚后为陈浩阳生了一个儿子，他对此非常高兴。因此，当舒文言提出陈进言在家中的吵闹影响到了他和小宝的休息时，陈浩阳便直接决定送陈进言去寄宿学校，1个月只能回家2天。陈进言开始逐渐明白，后妈以前对他的好都是伪装的，只是为了讨好他爸爸，以便上位。他换了电话号码打给我，电话里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向我诉苦：妈妈，爸爸为了他的新妻子和新生的儿子，把我送到了寄宿学校，你能不能来接我走？我不禁冷笑，回想起他当初的选择和对我的态度，我冷冷地回应道：你不是早就否认我是你妈妈了吗？今天的局面都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就好好承受吧。陈进言的话让我感到一阵心寒。他说：爷爷奶奶说的没错，你就是个自私的恶女人，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管，我恨死你了！真是说不出3句话就让人恼火。我直接挂断了电话。之后陈进言没有再联系我，我也懒得去关注他的消息。此时我的公司已经开业，我忙着做企划、拉客户，这些事情我做起来得心应手。回想陈浩阳创业初期，公司的标书都是我在带孩子之余，每天熬夜帮他逐字逐句修改优化的。他最初的客户也是我厚着脸皮一个一个打电话拉来的。那时候我既要带孩子，又要辅助他的事业，其实非常累。但一想到我们是在为共同的小家努力，我就没有抱怨。可惜陈浩阳完全不计我的付出。半年后，我从陈浩阳手中抢走了第1个大单，原因是陈浩阳那边负责这个项目的经理是舒文言的酒鬼舅舅，他因为酒驾出车祸，让客户白等了3个小时。而被舒文言舅舅挤掉位置的人，正是我的大学同学秦源。当初陈浩阳起家时，手下缺人，是我把秦源介绍给他的。秦源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跟了老板这么多年，会被一个关系户挤掉位置。我安慰他说：你也别生气，跟着我好好干，迟早有一天陈浩阳会向我们低头的。秦源敬我一杯：我信你，班长。陈浩阳的公司被舒文言求着塞进一个又一个关系户的时候，我的公司正在越做越大。不过5年，陈浩阳公司里的客户就被我们抢了大半，他现在只能接我们公司不接的小单生意。偶然在一场商业酒会上，我和陈浩阳再次碰面了，他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憔悴。他这2年为了收拾关系户捅出来的篓子，应该过得焦头烂额。跟在他身边挽着他手臂的舒文言，倒还是一脸光鲜亮丽的样子。在我看到他们的同时，他们也见到了我。舒文言将陈浩阳挽得更紧了些，两人相携着朝我走来。哟，这酒会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呀？走近了，舒文言在我身上打量一番，开始阴阳怪气。秦源作为我今晚的男伴，刚要为我说话，那边突然有人问了一声：在新公司的负责人是哪位？秦源闻言跟我说，他先去跟人谈谈，让我别搭理这2个跳梁小丑。我点头应了。等他走远，陈浩阳一脸复杂的开口问我：在新公司是他的，就是他抢了我们公司一大半客户。他心里估计后悔为了舒文言的酒鬼舅舅裁了秦源这么个有能力的属下了。我没解释，转身想去另一边，但是舒文言开口讲话却让我心里不舒服极了。他说：原来有些人是傍上你曾经的下属了呀。我说：以他的身份怎么配混进来这地方？我想不明白。作为曾经插足过我婚姻的小三，这人见到我不躲就算了，
怎么还有脸一声声一句句的挑衅挖苦我？我停步转身，直接将手中红酒泼向舒文言的脸。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没脸没皮，喜欢当小三傍大款。舒文言躲闪不及，闭眼尖叫一声：“你这女人干嘛？老公，你帮我收拾她！”我们这边的动静很快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今天的酒会主办人也走了过来，见有人来了，陈浩洋搂着舒文言，指着我对着主办人说：“这女人酒会闹事，林总，快叫保安过来把她赶出去。”谁知林总的目光在我脸上流连片刻，说：“在新公司董事长，我有个合作想跟你谈谈，不知待会儿是否有空？”他这话一出，陈浩洋和舒文言的脸色同时扭曲了一瞬。我有些不快道：“这两人刚刚围着我骂，不知道你们怎么处理？”林总看向陈浩洋和舒文言，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说：“您二位好像不是今天邀请名单上的人，抱歉，请你们立刻离开这里。”原来他们才是蹭了别人的邀请函进来。我忍不住嗤笑一声，笑得陈浩洋和舒文言脸色自了又青。碍眼的人被赶走后，我跟林总去2楼雅间谈事情。秦源想跟着我一起，但是被林总拦住。我想单独跟安总聊聊，你可以在外面稍等一下吗？秦源看向我，见我点头，才停步在外面。进屋入座后，林总不谈公事，开口第一句话却是：“好久不见，小易。”我看向林总成熟英俊的脸，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认识这个人。见我一脸疑惑，林总用带着方言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自我介绍：“我叫林烟池，是你爸爸资助的学生。”我想起来了，我读高中的时候，经常有个哥哥来我家吃饭。那个哥哥穿着破破旧旧的衣服，刘海留得很长，总是胆怯，低头不看人，说话时带着浓浓的口音。我有时候都听不太懂他说的话。我大学考去别的城市，临别时他还送了我一个自己手工做的木雕兔子。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不怪我认不出来，他现在的样子跟当初截然不同。现在认出来了吧？我眨眨眼，笑着说：“认出来了，上一次见你我才18岁呢，一转眼我都38了。”林烟池低笑一声：“我比你还大3岁呢，在我眼里你还是小妹妹。”我们聊了我爸妈，又聊起各自这些年的经历。最后我靠着旧日交情，跟林烟池谈下做他们公司最大供应商的生意。跟林烟池告别出门时，我脚步都有些虚浮。秦源见我面色压抑不住的激动，问我战果不错。我憋不住笑：“何止不错？你知道那人是谁吗？”“知道啊，商界新贵林烟池啊，靠自己白手起家，创立了临安集团。”“是这个。”秦源说着竖起了大拇指：“他是我爸资助过的学生。我刚刚厚着脸皮提出要做他们公司的供应商，他同意了。有了临安集团供应商这个招牌，我们公司准备升咖了。”秦源表现得比我还激动：“那我是不是能升职加薪？”我拍板道：“你的职位已经仅次于我了，想篡位是不行的，但加薪可以。你老婆最近不是迷上买包了吗？让她放开手随便买。”我没想到酒会过后，陈浩洋还有脸联系我。电话里他语气深沉：“小易，离婚这些年，我一直惦记着你过得怎么样，看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我不耐烦道：“有事说事，如果是想让我手下留情，给你公司一条活路，你也拿出个求人的态度。我跟你这种出轨渣男没什么就可续。”陈浩洋沉默了一会儿，我听到他的呼吸声加重，估计是被我的话惹出了火气，又不得不强自压抑。
我听他勉强笑道：“嗨，我的能力你不清楚，我只是过去几年状态不好，你真以为你比得过我？我当然清楚，他能力一般，耳根子软。这些年在舒文言撒娇卖萌下裁了好几个管理层，换上书加关系户。就算没有我刻意抢生意，他公司被败光也是早晚的事。如果你打来是说这些废话，那你可以挂了。我工作很忙，不像你没什么生意可谈，闲得很。”我夹枪带棒的话说出口，陈浩洋也维持不住和善的假面，对我讥讽道：“你不也是靠男人成功的？真把自己当女强人了？男人成功就是有能力有本事，女人成功就是靠关系靠男人。几年不见，你还是这么狭隘无知。在我面前，你最好夹着尾巴好好说话，不然小单子我都不给你留。你以为我当初为什么选择跟你一个行业创业？”陈浩洋恨声道：“我就知道你是故意报复我。我公司现在效益这么差，都是你暗中使手段害的。”我打断他的话：“不对，你有今天都是因为你无能，你废物。”说完我就挂断电话。他现在已经不值得我浪费时间交流了。在陈浩洋联系我之后，陈进言也来找我了。他应该是从陈浩洋那里听到我的消息，于是找到我公司，一直守在大楼下面。我早上来上班，一眼就看到他。快满14岁的少年身上没有一点朝气，留着过长的头发，整个人显得阴阴郁郁的，哪有上辈子见谁都带3分笑的阳光模样。见到我，陈进言踟蹰了一下，似乎有些不敢认。我现在跟他记忆中不一样了，不再是那个围着他转、没时间打扮自己的粗糙妈妈。我穿着高定，化着精致全妆，来往的员工看到我都会低头叫我一声安总。犹豫了一会儿，陈进言还是蹭到我面前，低声叫我妈。注意到周围员工若有若无的打探目光，我对陈进言说：“有什么事跟我上楼说。”带着陈进言到办公室坐下，我才发现他身上有伤，左边脸上有个泛红的巴掌印，嘴角正在破皮流血，露出来的胳膊上也有擦破皮的地方。我皱眉：“你跟人打架斗殴？”陈进言这时候抬眼看我，我在他眼中看到了怨气。“不是，是我爸打的，因为他说我有个好妈妈。”我有些惊讶，陈浩洋现在废物到这种程度了，生意场上争不过我，拿孩子当出气筒撒气。陈进言却说：“他不止今天打我，舒文言那个女人心思恶毒，我在学校有点什么事，她都跟我爸告状，撺掇我爸打我。你看我身上的伤。”陈进言撩起衣服，我看他前胸后背有已经愈合留疤的，也有新打出来的青紫痕迹。趁着他瘦弱单薄的身板，看着有些触目惊心。果然有了后妈，就会有后爹。从前我们没离婚时，陈浩洋对陈进言连大声说话都没有过。我一时语塞，过了会儿才说：“他打你，你就告诉你爷爷奶奶去。”陈进言却开始怪我，爷爷奶奶根本不管他。你离婚时为什么不带我走？这些年把我丢给那对狗男女折磨，你的良心不会不安吗？这么多年吃的苦，还是没让他改变自私自利的性子。我冷眼看着陈进言，问他：“需要我提醒你吗？当初是你死命要跟着你那出轨爹，也是你规着脸要认小三做妈。那时我小不懂事，你……”陈进言梗着脖子狡辩。他话没说完，办公室门被打开，林烟池走了进来：“小易，吃早餐没？我给你带了。”见到陈进言，他话音一顿，问我：“这是？我跟你说过，我跟前夫有个儿子，这就是。”陈进言一脸敌意地看着林烟池，挡在我面前问他：“
你是谁？跟我妈什么关系？林烟池温柔一笑：“我是你妈妈的男朋友。”林烟池话音刚落，陈静言情绪就失控了。他转身将我桌子上的东西扫落一地，大吼着质问我：“你有男朋友了？我爸给我找后妈就算了，你是不是也要给我找后爸？你要不要脸啊？一把年纪了，还找什么男人？”我起身一巴掌甩在陈静言脸上：“你再骂一句试试！”陈静言哭了，捂着被我打的半边脸，委屈又怨恨地看着我：“我说错了吗？你一个老女人还学别人谈恋爱，恶不恶心？你过段时间是不是还要给我添个弟弟妹妹？我不同意，生了我就给你掐！”我气得浑身发抖。他在陈浩洋那里生活不顺，满心痛苦，不敢反抗自己父亲，却有脸将积累的怨恨朝我发泄。我凭什么被他这样指着鼻子骂？闭了闭眼，我忍下想杀人的冲动，问陈静言：“我单身正常约会，你就把我说的应该进猪笼陈塘一样？你爸婚内出轨的时候，你怎么没事人一样？贞节牌坊就该套在女人身上是吧？你比你爸更让我恶心。”林烟池上前拦住我，对陈静言说：“虽然不打孩子是我的原则，但你要是再对我女朋友出言不逊，我也可以破了我的原则。”陈静言指着我和林烟池，想骂什么话，顾忌到林烟池刚刚的威胁，又闭嘴忍住了。僵持了一会儿，他说：“我要钱，我爸经常断我生活费，我在学校吃不饱，我也不想再回家了，你给我钱，让我能独立出去。”原来这才是他今天来的目的。失望到极点的我反而情绪平静了。我问：“要多少？”陈静言撩起眼皮看我：“我要500万。陈浩洋让你来跟我要钱的是不是？张嘴就要500万，他的公司现在已经维持不下去，要靠你在我这里乞讨过活了吗？”陈静言没否认，他梗着脖子，一脸理直气壮：“爸爸说了，你本来就对我有抚养义务，钱都是你该给的，而且你现在又不缺这点。”我忍不住笑了：“你还真的贱得慌，被你爸打骂虐待，还愿意帮他从我这里坑钱。”陈静言抿嘴皱眉，反驳道：“爸爸说他只是被舒文言那女人骗了，等我从你这里拿到钱，给他周转公司，他就会把舒文言和他生的孩子赶出门去，以后他只爱我一个。真是蠢货！陈浩洋怎么可能舍得赶走舒文言？骗他的话术罢了。”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卡，丢给陈静言：“500万没有，这里有300万，你拿着滚。以后我和你两清，反正你早就不认我是你妈了。从今天起，我也不会再认你是我儿子。你要是再敢来打扰我，我会叫保安把你腿打断。”陈静言拿着卡走了，走之前还说：“果然我当初跟爸爸才是正确的，你这样冷血无情的女人根本不配当我妈妈。”陈静言走后，林烟池才说：“你不该给他钱的，你那前夫怎么可能为了他赶走老婆孩子？”我笑笑没说话，我就是故意给陈静言钱的。他现在还对陈浩洋那点虚假的父爱抱有幻想，等陈浩洋拿到钱后，他就知道自己还是被放弃的那一个。陈浩洋不可能会为了他赶走年轻漂亮的老婆和自小宠大的小儿子。不出我所料，陈静言拿着钱回家交给陈浩洋后，不仅没有得到来自爸爸的表扬，还被压在地上又打了一顿。自从公司生意一落千丈后，陈浩洋的脾气就变得越来越差，打骂陈静言成了他发泄郁闷的最好方式。拳头一下下落在陈静言头上：“废物东西，让你去要500万，怎么才拿回来300万？这根本不够补公司的缺。”舒文言也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看着，时不时拱火一句：“
我看他就是向着他那亲妈，就是故意想看你破产，想看你跪在他妈面前，求他给你一条生路。陈进言费力辩解，分明是你硬塞一堆没用的亲戚进公司，害爸爸破产的。你跟你儿子都该滚出我家！舒文言骂道：“小畜生还会顶嘴了，老公，他居然敢骂我和我们儿子，你真得好好管管。”陈浩洋打在陈进言身上的力道更重了。陈进言被陈浩洋砸得头痛欲裂之际，脑海中突然有些断断续续的记忆浮现。那些记忆里，他在我的全力照顾和辅佐下，无忧无虑地长大，最后甚至考上排名第1的大学。记忆里的他从来没有挨过打骂，性格阳光，成绩优秀，走出去人见人夸，没有半分现在阴郁消沉的样子。陈浩洋打累了，爬起来去书房找债务合同，准备拿着到手的钱去补窟窿。舒文言也回房间关上门陪孩子玩去了。陈进言一个人躺在地上，浑身都痛得颤抖，脑海中前世今生记忆交织，让他有些分不清现实，只能从身上翻出手机打给我。他向我讲述陈浩洋暴打他的行径，又讲他脑海中多出来的记忆。他流着泪问我：“那才是原本属于我的人生，对吗，妈妈？”我接电话的手都在颤抖。我没想到陈进言会恢复上辈子的记忆，我终于有机会问这个辜负我10几年养育之恩的儿子：“我究竟哪里对不住你？你要跟你爸一起糟践我？”陈进言哽咽出声：“所以你是因为有上辈子的记忆才放弃我的，是吗？对不起，爸爸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是我不识好歹不知感恩，伤了你的心。我说错了，不是你不配做我妈妈，是我不配做你儿子。”我闭了闭眼，将眼泪逼出眼眶：“你记起来了就好，以后别联系我了。这辈子我不是你妈妈，我只为自己而活。”陈进言那边安静了一会儿，随后轻轻地嗯了一声：“你放心，我不会再来打扰你，爸爸也不会再来碍你的眼了。”陈进言挂了电话，我却越想越觉得他最后的语气有些不对。林烟池见我坐立难安，干脆带着我去报了警，让警察去看看吧。陈浩洋家暴孩子也应该被管管。警察去的时候已经迟了。陈进言和我打完电话就去厨房拿了菜刀，没有预料他会反抗的陈浩洋被他砍死在书房门口，舒文言被他砍倒在房间地上。他那几岁大的弟弟抱着妈妈血肉模糊的身体嚎啕大哭，而他在警察上门时爬上天台一跃而下。过分年轻的人生就这么终结成了一朵血色的花。这件事之后，我重新开始了自己这一世的人生。陈浩洋一家全部死后，之前的公司在那一群废物亲戚的管理下一塌糊涂，我花了一点零花钱收购了公司，重振管理。后来我和林烟池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至于那些不开心的人和事儿，全被我扔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